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丧尸，他们喜欢阴暗的地方，只要暴晒在阳光下，就会变得外焦里嫩，香气扑鼻。此时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丧尸们纷纷倾巢而出，整个皇宫又变成了丧尸的天下。所有人立马进入大殿，为了消灭这些丧尸，他们准备把所有丧尸吸引到这里，然后用火把丧尸全部烧死。大军主动选择留下点火，而老朴却说这个国家不能没有王，说着便拉下自己的衣领。原来他已经被丧尸感染，众人都陷入了悲伤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只能选择离开大殿。他们刚走到城墙之上，就听见大殿中响起鼓声，所有丧尸闻声纷纷朝大殿聚集。老朴凭借着仅存的一点意识，不断地敲击着大鼓，等到丧尸布满了整个大殿，坚持到最后的老朴才点燃引线，可结果却事与愿违，引线被一只脚踩灭。原来是半人半尸的冰判，没能完成任务的老朴心有不甘，冰判步步紧逼，踩灭了最后的希望，接着又将老朴送去西北。熊熊大火迟迟未点燃，大军意识到不对劲，应该是出现意外了，可机会只有一次，大军只能冒险一试。他骑上宝马冲向大殿，挥舞着手中的大刀，凭借着灵活的走位和犀利的刀法，在狮群中来回拉扯，从宫外一直砍到大殿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大军穿过狮群，最终来到殿内，看见已经死去的老朴，而冰判就坐在龙椅之上，但他并没有立马阻止大军。大军继续敲击着大鼓，听到鼓声的丧尸再次涌入大殿，他一边敲鼓一边击杀丧尸。可就在他准备点火的时候，冰判再次出手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有了丧尸病毒的加持，冰判实力大增，大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宫外的小美意识到大军遇到了危险，便朝大殿射出一支火箭，火箭插在了大殿的柱子上。大军纵身一跃来到房梁上，取下火箭便丢了下去。熊熊大火瞬间被点燃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肉的味道。大军趁机来到房顶，却没想到冰判也追了上来，两人继续 PK。凡人之躯的大军再次被灭，冰判挥出的每一刀都是暴击，大军差点掉下去。大军躲开致命一击，并顺势回到屋顶。他掏出腰间的小刀，凭借着灵活的身法抓住机会，一刀刺进了冰判的胸口。跟所有丧尸一样，心脏和头颅都是要害，但冰判想跟大军同归于尽。危机时刻，脚底突然塌陷，大军趁机挣脱，拿起40米大刀朝他刺下。瓦片破裂，两人一同掉了下去。然而大军却抓住了房梁，再次爬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支援的大部队赶到，手持洋枪的他们很快就消灭了丧尸。士兵夹杂着平民百姓，都在为新王的诞生而欢呼。此片以古代作为背景，与现代的丧尸结合起来，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丧尸电影。除了主角光环比较突出以外，还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丧尸片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。电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是小邪，我们下期见。